我们从五台山下来之后，地貌完全改变了。对，全部都是这种草原气候的啊，对，树一棵都没有了，感觉就跟西藏那边蛮像啊。对，而且我们下山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草原，是吧？对，有牛有羊。像这边就有点像新疆了啊。你看这完全不像山西，像新疆。我们这现在走的是 G108国道，好多大货车。这跟新疆太像了啊。那种干旱少雨的气候，两边种的白杨树，旁边田里面种的都是玉米。这应该是山西的草原了，山西的草原也很美呀，这。是的啊。其实不用去什么新疆啊，对，去西藏，直接来山西的北部，可以看到同样的草原啊。对，就是牛羊少了点儿。对。秀气中带着美，是吧？但是真的也是看起来也是赏心悦目啊。落日余晖，好美啊！这又穿过山洞之后，怎么感觉来到塞外了？这还是山西吗？这就是山西。感觉来到了蒙古草原啊！感觉这次到山西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一种啊，收获不一样的山西。山西北部，一样，这阳光真刺眼。中国大同大有不同。哎，这是个什么车道？还有5.6公里，我们就到市区，全程都是技工开的啊！我腿太疼了。中途我说我也想开个100多公里的。从五台山下来把腿开疼了。走疼了。走疼了。就是感觉小腿还在发颤，大腿3不激溜，而且又累又饿。结果你知道大同排名第1的美食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刀削面。你想不想吃刀削面？吃。啊，又要吃刀削面了，我不想吃哎。然后排名第2的话是早餐啊，早餐就是羊杂粉，我看起来很不错啊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天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吃了一碗羊杂粉，然后再也不想吃了。谁让你在高速服务区去吃羊杂粉？我当时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马上到大同了，我们先找一个吃的位子，好吧？你看大同市区还是挺美的，你看每个房子上面都有灯带，是吧？看起来颇有城市的感觉。这城市边缘的楼房还住了不少人呢。亮灯了许多啊。对，入住率还蛮高的啊。这是刚刚迎接我们的城市边缘。原来大同的车牌号是禁闭，它在山西的地位还蛮高的嘞。好，我们从五台山到达大同了啊。晚上住在这边一个鸡婆找到美团上的酒店。对。下了车之后，酒店还没登记，鸡婆说她肚子饿了。但是大同好像满街上只有刀削面呢，鸡婆。我不吃刀削面，好像刀削面，是大同的特产。我们其实，在运城啊，那个山西的南部都没怎么看到刀削面，只是到了这北部来，全是刀削面。大同更是满街都是刀削面，什么柴式刀削面、牛式刀削面、胡式刀削面、李式刀削面。在烂扯。不知道你能找到啥吃的。自从在五台山吃了一个回锅肉盖饭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来大同，我又点了一个回锅肉盖饭啊！哎，家宝宝，家宝宝，家宝宝，这鸡婆的鸡公煲。对。烩米饭。一个。我们昨天晚上到的大同，在大同找了一个酒店，太糟糕了是吧？算是好歹洗个头洗个澡吧。就浑身3疼。对。然后就到车上来了。这是昨天在五台山下买的苹果。路边上摆摊卖的哦。我跟小佳一人20分。那把剩下的1个给小佳带回去。苹果吃完了，我们出发去云冈石窟啊。好，我们到了云冈石窟的大门口了。这边怎么随便一个景区都这么气派是吧？修建的真是，我感觉成千上万的人也会来啊！车都可以进。好豪华的大门！我靠，这个停车场只是其中一个啊，起码有这样10几个这样的停车场啊！怎么这么多人来云冈石窟啊？这么靠北的地方，居然这么多人来参观旅行呢啊！看来中国北部人真多啊，是不是？你看像那个。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内蒙的车子，然后河北的车，还有天津的京，还有北京的，对，都往这边跑相反，我们那边的还少，稍微靠南一点的就很少，基本上全是这几个地方，华北的。
大同以前很多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大同啊，什么跟匈奴啊，什么雁门关呐，都在这附近，好像那个时候的古代中国人都喜欢生活在这种比较干旱的地方啊。像我们那个南方多雨的地方，估计那个时候又没有水泥路，出行也困难，也不方便，所以那个时候不适合人类居住啊。那个时候反而这种半干旱的地方适合人类居住，我觉得。说实话，这种正常的时间不适合到这种景区来，是吧？人太多了，说实话。估计20年前，什么90几年、00几年，那个时候估计人少啊，那个时候逛这种景区就会舒服方便很多。这是一台什么机器？这感觉像一个车床啊。放在这里，我看一下，回收于大同市机车厂，后边应该也挺值钱吧？是铜铁。对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停车场，真的是车山车海啊！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一个石窟、一个佛教非常浓厚的停车场周边放这些机器啊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对，这来了多少人呢？这，妈呀，这从停车场走到这景区验票口，估计有2公里啊！是一直走，昨天在五台山走，今天又不停的走。哇，这大门真是豪华气派！看这豪华气派的检票口啊，旁边还有政策免票通道，军人优先。还有经常打架的吗？轻微打伤。不要打架，打输住院，打赢坐牢。还有拘留。检票口进来就是这样，哇，真的是蔚为壮观了。我们昨天晚上到大同比较很晚了，而且昨天爬了五台山的非常累啊，所以晚上就睡觉了，就没有关注手机，说是要去买票啊，或者是提前购买。我想着今天早上一起来再来买票呗，诶，谁知道他这个地方不能购买当日的票，就只能订明天的票，那怎么办呢？到大同来就是要到这里来的呀，是吧？后来我们俩就吵架。是不是？好像我后来就说，我说不行，我们就这样子。我看了一下，人家说是今年到这个云冈石窟来的人就是还好，并不是说是那种人特别多。然后呢，我们说来碰碰运气，就到景区里面来看看有没有黄牛，能不能买到当日的票。好，我们就来了。之后呢，果不其然吧，路上就碰到喊让我们买讲解票啊，或者是其他的。我说我们没有买到票，他就给我们一个二维码，直接扫当日的票，我们就进来了。怎么样？咱们大同的天气多好，凉爽吧？那你是走着吧。等等啊，看一下前方的山田顶部有个土城墙，能看到吗？那个土城墙是明朝修建的云冈堡，为了防止外族侵略云冈堡。这个是08年新修的寺庙啊。朋友们进来以后看一下中央佛上的释迦牟尼佛了。您去这些石窟啊，去寺庙也好，当您看到头上顶个肉吉的，头上有个肉疙瘩，能看到吗？肉吉是佛，这是佛的一像。佛是有32像的，好多像呢。随便给您举几个例子，头顶肉吉像代表佛嘛，就咱们每个人都有像呀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像呢？大耳垂肩像，面向方圆像，高鼻生目像，双手过膝像，脚底平足像，它的每一项都超越于普通人庄严妙好之形象，是为佛像，了解就可以了啊。头顶入者为佛，头戴花冠者为菩萨。哎，装是佛，这边是文殊菩萨，这边是普贤菩萨。啊，这画在洞窟里边太多了，有1500年之前的呢啊，这是复制品。而且说到这是木头做的，什么木头呢？它从福建莆田香樟木拼接雕刻而成。都听过樟木箱子吧？防虫防啊，这边之前还有个煤矿啊，现在已经不开采了。大同本来就是煤矿矿区。这是佛龛啊，已经没有佛像了。我们今天看的顺序是先从破的往好的看啊，所以一开始是破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
这只是剩下塔了。对，这只剩下塔了，没有像了啊。这完全是一体啊。对。怎么做呢？在取石的过程当中，塔的形状玉龙存世，它是山地不能想象融化的，只能补不能刻。你看这个，这也叫佛龛吗？没了吧？你再刻的话，只有好一会儿都没石头的。第二，这个岩石是砂岩、沉地岩，一早就散了，所以会有小就只能补。排这么长的队，我们现在人还是少的，是吧？这是清朝修的，这是云冈石窟的6号洞窟，是保存最精美的一个洞窟，排队人好多啊。往这样往艺术方向走，右手方向啊。来，后边咱俩往右手方向走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呢，别着急啊。来了吧？后边这位女士，我们在这儿呢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好。再往里边走走，后边朋友，右手方向，哎，来了。好的，朋友排队。阁楼撒花，这会儿清朝，是清朝的啊。清朝的彩绘，两边是巴罗汉，里边是北魏。除了各位朋友们走的地面没有雕刻以外，其余的部分呢全部都是上满雕马刻。正层和佛塔分为上下2层的，上面还有一层的上面。看到没？进来，往前。上面还有一个呢，上面。上方这层是我布的是4方佛，4方里有东南西北都有，下方是释迦牟尼佛，对吧？看到没有？塔，当这两个转过身，正层的层面呢是满的。我们现在身处云冈第6窟，也称佛魔塔洞，被誉为云冈第1伟观，是萧文帝为纪念冯太后所凿。洞窟中央立着直通窟顶的方形塔柱，石壁布满连环浮雕，完整刻画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。造像衣袂飘逸，是北魏汉画风格的代表，满洞繁复精致的石刻，将千年佛传故事刻于山崖，堪称一座立体石刻佛经。他的脸相当清楚，高鼻梁，满鼻的鼻子，印度特征，大耳垂间则有上校服。一看他心中喜悦大奖，穿着孝，当时的孝武帝就把虎安继承皇位，年仅5岁，就当皇帝了。你自己肯定是没有办法知道吧？太小了。哎，是他祖母奶奶叫冯太后，和他共同执政，就是垂帘内政，称之为是2皇、2圣，2个皇帝。满雕、满刻，是不是4方佛嘛？对不对？正方层面是不是满雕的？生动、粗犷的原样。就这么精华洞窟，你不进来，我在这边说再好，说里边可好了，满的全都是。你如果不身临其境感受的话，你不会有感受的，对不对？4方佛，东南西北都有。东方叫阿楚佛，西方叫阿弥陀佛，南方叫宝尊佛，北方叫妙世佛，掌管4个方向的。简单的说，就释迦牟尼佛的不同的化身。您再看，在这个塔的上下两侧相间是有个大象，能看到吗？这个正对的大象，这个4个角都有了。那大象和这个塔是9层的塔，9层的，所代表的95至尊的意思。皇家石框。哎，您再看您，咱这边和正前方，上面是立佛，能看到吗？这是佛像，这立佛上面有个华盖，能看到吗？这不就是帝王之前打的下拜吗？是。皇家石窟嘛。对。然后我先和当时帝王相在的地方，我就看佛，它从腋下出生。好，我们从6号洞窟出来了，哇，真的是太精彩了啊！满雕啊，太不容易了。这些柱子是从非洲拉回来的啊，从南非拉回来的，是一根整的实木。里面的洞窟是真的啊，是。观察它的肩膀是有臂串的，大胳膊这块，耳朵这块是耳环的，耳环。它的服饰衣服就是坎釉尖饰袈裟，这是纯印度的风格，没有印度的汉化。中国传统刚才给您讲的包衣博带，对吧？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印度风格，罗盘2侧这根柱子头像羊角人翻的，来自于希腊，叫艾欧尼亚柱。可以配点水。佛上面它没有一团是创人忠臣罗马，叫维曼。啊，有很多佛有
出现这样的原因的话，不会有两种。第一，咱们的姑娘去那个地方了，学习那种文化了，对吧？你再回来，有点不切合实际。因为以前交通不便，路程较遥远，而且还有点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当时的人的寿命非常长。对。啊，倾向于什么呢？就是国外的工匠来这个地方了，参与设计主义雕刻。那么来这个地方呢，怎么来的呢？我是从印度出来以后，走犍陀罗，今天的哪个地方？巴基斯坦，然后跨过这个帕米尔高原，就到新疆了。然后走丝绸之路到大同。大同当时属于北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嘛，首都嘛，北魏的首都，1997年的，国际大都市，小建筑，巨人特别像国外教因为您看，在我们的上方会出现佛教当中夜叉神的形象，印度的白色就是像罗马的文美，就并不是唐朝才是文化大国，在北魏当时已经是文化。当时做法，在1号东西强调了，不需要你看这个图像，就要你了解一个问题：石刻造不了假，原雕原刻，不出质疑啊。问题是什么？这些颜色、色彩、色彩、清澈、颜色啊，包括说衡量器，别着急啊，这里边来看，里边还有大。上午有没有景上面有那种景字区你也能看到。我们现在来到五华洞中的第9窟，又称阿处佛洞，与10窟组成对称双窟，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。洞窟采用经典前后式殿堂布局，门前2根8角千佛立柱，像狮承托柱基，柱头融合希腊卷草纹样，整体却是中式五殿屋顶，完美见证中外艺术交融。前室四壁分层布满浮雕，经典闪子本生时刻讲述孝亲故事，搭配飞天天宫楼阁，留存千年矿物彩绘，全是1970年的时候的这个刻字啊，后方设有环形没有保护。窟顶莲花藻井环绕姿态各异的飞天，刚柔舞姿尽显北魏乐舞风貌，是10窟汉化转型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精美洞窟。是少数民族的象征，咱们称之为胡人。胡人这个形象，哎，少数民族嘛，这个形象，也是满的，满雕。这边干燥嘛，看看这花纹装饰多漂亮，来自于波斯，叫忍冬纹，中国叫金银花，而且镂空的，镂空雕刻在那边，哇，这可不是画是刻的。就这种手艺，目前在单体上面看到什么象牙、玉器也都是雕刻，整小海沙也仅此一举。哇！并且呢，装饰花纹上面还有5朵高浮的莲花，莲花中央是有5位化身童子，那个小孩子能看到吗？从莲花中央有这个小孩子，佛教讲究的不就是轮回、重生、因果循环吗？您仔细观察啊，这5个小孩是不一样的，鼻子、嘴、眼睛清晰可见，10号洞窟门口能看见。我靠，好精美呀！不可思议哦！1000多年了，居然还是这么金碧辉煌啊！而且石头他说了，只能雕1次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容错率非常低。能雕得那么精美，那技艺是多么的好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外面出太阳了。红裤子在打拍子。大佛13米。大佛手上面那个小人1.8米。这都属于皇家，我们所说的当时皇家都是把这个形态包装成一个细细雕刻，能形成出最贴切我们最认识的这样花式形式。刻的呢，1500年前是没有机器的，也没有脚手架，没有梯子。哎，怎么刻呢？我说大家想一下啊，你看到上边，你看这种洞呢，这边现在有窟窿，你看到吗？那个窟窿相当于一层窗户，这个洞相当于一层门。如果把这个门和窗户拿水泥挡上以后，目前所处空间和这个是一个实心的商品，都是石头。对。怎么做呢？首先这从上把这个窗户打开，要取石头，
不多取，只取1米高的空间。这个时候姑娘可以从窗户可以进来了。先把这1米高的空间都刻完以后呢，再往下方取石头，再来刻，再往下方取，再来刻，之后福德门就出现了。从上往下一层一层一层的，而且当时还有图纸，怎么设计的？怎么刻呢？真好看。你想不到，我代表人不存在啊。如果再说起大家无论去过有可能都听过的3星堆文明，是吧？出自青铜神树、青铜面具，那就不是地方人产物。或者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，对吧？你就解释不清楚。所以呢，当您到这地方看这个佛像的时候呢，您确确实实和1500只佛像在对视，就这么好。当然，包括它这个小佛像，小佛像也很清楚，别着所以眼睛清晰可见。1500多年了，这可不是百八十年，这蛮久。鱼缸也有壁画，光是石头，壁画是后期修复的，泥是保存时间更会很长。当中的泥是80%基本上后期重新恢复的。咱们的石头为什么能保留下来呢？它是与山体共存亡的。现在太阳虽然很晒，但是一站到树荫下就立马凉快。修什么呢？它修的这个是加固山体的，不是修佛像，佛像修不了啊。里边这种佛像高度13.6米，所代表是下令开凿云冈石窟的皇帝，叫文成帝拓跋浚。他属于皇帝出资的、出钱的，唐属于监工的2代皇帝。这是4代君王，早期叫4个窟，气势磅礴，是帝王像。拍照，照个机长，谢谢。这尊大佛是北魏和平元年，就是公元460年，由高僧谭耀奉文成帝诏令开凿的，属于谭耀5窟最西侧的一窟，是云冈最早一批的皇家石窟。这些石窟是遵循北魏帝王祭佛的理念，主佛的原型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圭。5窟大佛分别对应的就是北魏的5位先帝。这尊大佛原本是封闭的洞窟，因北魏延昌元年有大地震，然后窟前石壁、窟檐整体崩塌，佛像完全外露，故称露天大佛。辽代曾修建木构窟檐，后毁于战火。正中释迦牟尼坐像通高13.7米，结蝶趺坐，双手结禅定印，稳坐云坛之上。这尊大佛高肉髻，广额丰盈，眉眼修长，高鼻梁，唇上带有8字胡须，兼具西域鲜卑人的雄浑气质。双耳垂肩，神态肃穆柔和，不同角度观赏兼具威严与慈悲。他身披袒右肩袈裟，衣纹厚重立体，是古印度兼佛陀艺术的典型特征，为3世佛布局，主佛左右原有斜视立佛菩萨，西侧立佛因崖壁崩塌损毁，仅存残石，东侧立佛保存完整，身后巨型火焰纹背光，浮雕飞天，小坐佛，雕刻华丽大气。它是中西融合的典范，它吸收了古印度中亚造像技法，又融入了鲜卑游牧民族雄浑大气的审美，是中国最早期石窟艺术的巅峰。云冈石窟，它是标志性名片，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北魏石刻代表作，而且它开创了帝王佛像范式，深刻影响后世龙门、敦煌等全国石窟的造像风格。第5窟主佛高17米，是云冈最高佛，但藏于洞窟内。20窟露天大佛视野开阔，辨识度高，是景区核心的打卡景观。你说他身体踩这个时候，他到底有多少感啊？
好，再往上一点，太上了，再下来一点。哇，这些建筑真是宏伟呀！我的天哪，真的是不敢想象，我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对，不可思议，我俩两个现代人站在1500年前工匠师的脚下。为什么我们那里没有这样的建筑？我们回去也修一个吧。我们原来那个历史书、地理书，是不是？然后石窟就是这一尊佛像，对吧？对。我以为的石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这儿过，可能有大大小小的这种佛像。但是今天最让我惊喜的就是，6号石窟、10号石窟，我的天哪，那叫别有洞天这个词已经无法形容那个洞窟里面的那种奇珍异宝，是吧？嗯。但不叫奇珍异宝啊，我觉得是艺术瑰宝吧。哇，好宏伟呀！但是这个石窟的眼珠子跟我们那个就是宣传照片，还有我们地理书籍上的那个眼睛有点不一样了。怎么眼珠子这么奇怪？你看嘛，它这个的话是眼珠子被抠掉了，不知道被哪个。宝石，眼珠子是宝石。是宝石，对。估计被盗了。对，被偷走了。偷走了之后啊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因为它是它的宣传照，然后是后期人加上去了，但是加上去了加的很小，我估计可能故意加的很小吧，让我们欣赏到有一种那种残缺感吧。正因为残缺了，所以才更应该保护吧。好，现在到下午了，好多人呢。其实我们中午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啊。我估计现在6号窟还有10号窟，现在进去已经排队挤不进去了啊。我们中午挤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人还不是很多。我希望到时候小泽和小佳一定要到这儿来看一看，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啊，是非常好的知识。北魏时期啊，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中国中心在这里啊？这太北了啊！对。可能就像我就是之前说的，这里可能是半干旱气候，适合人类迁徙。南方那个时候就对于古代汉人来说，那就是障碍啊。对。又没有水泥地，到处都非常泥泞。对。潮湿。潮湿。导游说从这里坐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内蒙。我觉得今天这个120块钱的门票和40块钱的讲解费用是超值的。这里打卡拍照的人特别多啊，我们也在这里拍了照片。据说最好的位置，网红打卡位置就是那个栏杆上面，那他们都在排队。主角站在这里可以做不同的动作，然后可以和石窟、佛像，然后还有大同的蓝天白云，还有阳光啊，都一同可以拍进去。人有点多，我们就没有上去排队了，我们就在下面拍了一下。好，我们又在石窟下面坐了很久啊，真是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看着太震撼了啊！在古代居然能够有这么宏伟、这么精美的石刻。我刚才旁边坐了一个老太太，70多岁，连她都说：“天哪！”她说古人太有智慧了，她70多岁哦。后来我们了解到，为什么这个位置保存得这么完好呢？在那个就是灾难性的几年里面，这个地方比较偏远，这里以前有很多牧羊人啊，把那个石窟当作羊圈，当粮仓，所以就没有遭到破坏啊。现在我们往出走啊。往出走呢，包括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些楼阁啊，还有这出去的时候这些道路啊，还有这两边的这些景观啊，都是后来的。以前这里就是荒山野岭啊，当然在古代的时候肯定很繁华啊。就是我说最近呢，什么70年代啊，什么清朝的时候啊，这里就是荒山野岭啊，偏远地区放羊人经常放羊的地方。好，出去大概1-2公里吧，我们没有选择坐这个摆渡车啊。我们自己走出去。导游都说了，自己溜达出去。对，鸡婆，你发现了没？走路还是这种土路舒服啊。对。这旁边的这种路走的脚底板疼，这种土路走着松松软软的啊。我也是才发现的，以前不想走这种路，现在想来这种路真舒服，只是下雨天不太友好啊。对。但是如果是干燥的话，这种土路真舒服走着。结果你做的这一块木头可是南非木头，
这怎么会是南非木头呢？是的，刚才那个导游讲解了，就是他那个，他那几个主殿，6号殿，他们外面不是清朝的时候，有人在修吗？有人在修，修完了之后，到了我们近代的时候，2000几年吧，人家当时从南非运过来的那个大木头，整个的木头啊，把那个宫殿给支起来，就用的这个木头，然后这就是边角料。哦，这是边角料。对，边角料做成的凳子。对，你看这个木头多粗。哦，这是景区里面的文创店，哇，好可爱啊！对，一只木鱼芒佛，全是大佛啊，莲花佛挂件，这太不像了吧？这里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大佛，好可爱。这是它旁边那个佛，这是项链，看。还有大佛装饰的购物袋是吧？然后你看，它有一个小袋子叠起来就装成就这么小一点，打开就这样了。这个大佛好可爱啊，好想拥有一个。现在我们回停车场找车，你看看这还有多少车，是不是？我感觉，哎，鸡婆，我感觉山西简直被京津冀的人包了啊！简直成了他们的后花园，是不是？全是京津冀的车。发现我们出来每天都是天气特别好啊，基本上只要我们参观景点就没有阴天或者下雨天。这天气多好啊！哎呀，这两天我们走到哪里都是大太阳啊，就是排除在路上，只要到景点来，全部都是艳阳高照。其实鸡婆，最好吃的刀削面其实在大同。我都已经放弃要吃刀削面了，好吧？你就告诉我这个。我们最后再相信他一次，好吧？叫什么喜进？我们今天去的这一家在大同的呼声最高了，去尝一下。如果这一家还味道一般的话，那我们以后就不提进刀削了，好吧？我还说一句，点刀削面能不能只点一碗？可以，点一碗吧，我俩尝，因为这边的面它分量非常大。对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我没有。们2个人1人1碗根本就吃不完。对，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大同市区了。大同市区平平展展的，其实比我们十堰好多了。大同真平，比我们十堰强多了，真的。而且房子布局啊都是非常规整的。走右侧第2、3、4。大同的城墙，古城墙对吗？只能经过看一看。为什么山西的城墙都这么的精美呀？他们说，就是大同的城墙晚上的夜景特别漂亮。也跟丽江的还精美一些啊。可能它这边雨下的少啊，腐蚀没有我们南方那么严重。你看我们南方我们那边襄阳的那城墙都已经腐蚀成不像样子了啊。好，我们进城了。左转进入武定门内街。武定门。到了武定门了，真正的大同刀削面，我们来了。武定门内街。370米后右转，右转后驶入主路。哇，城墙啊，好高的城墙啊，而且很美，在蓝天白云下。而且它城墙一点都不显旧啊。对。而且城墙内的古建筑一点都不输那个叫什么？之前我们逛的那个古城。平遥古城。对。右转后驶入主路。哎，这么北的地方居然有这么美的汉族城啊！看来这里真的是古代核心。古代中国核心呐。雁门关离这里不远，有一句话非常的网络火热，我们去雁门关外牧马放牛。谁说的？金哥哥，什么？我们去雁门关外牧马放牛。哇，前面好美。这是那个，这是哪个？什么楼来着？魁星楼。绕环岛直行。哇，城市中央有这样的一栋楼，真的是好神奇啊！哇，独占鳌头。哎，这大同里面还蛮美的嘞。对呀，你看，哎，没听说过嘞。你看黄墙绿瓦，红墙绿瓦。对，彩色的。哎，这是不是那个代王府啊？是在这儿吗？真舍不得这么快
哦，武定街，这里是武定街啊。那不是小青白娘子吧？小青白娘子应该在杭州出现吧？北魏华章荣铸天下大同，云中锦绣映照塞上平安。它的环岛是以一栋楼为主，围着一栋楼绕过去。好，为了参观刚才那个繁华的 CBD， 我们找了个小巷子停车啊。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繁华了，一点停车位都没有。哎，这停好远呢，可惜我们走1公里。对，我们要可惜又要费我们的脚了。慢慢走吧。鸡婆，你愿不愿意走？走。哎，你快说，我愿意。我愿意啊。你说 I do。I do。这就是大同普通的街道啊。哎呀，停满了车啊，找个停车位真不容易啊！这街也不普通啊，它马上前面就是那个古街了，商业街，你看全部都是铝拍的。是的啊。这什么妆造啊，鸡婆？感觉好像唐朝啊。哦。大的花。是的啊。你也去搞一个吧。嫌麻烦了，现在。好，我们步行来到了刚才所见的繁华的 CBD 啊。去吃那个著名的刀削面。这个饭店还要排队。走吧。这叫华严寺广场。哦。看，就是那个喜尽道。据说这个喜尽道是这里最有名的刀削面，走，我们去尝一下。来，水果茶，10种风铃添加水果茶。你们排到哪里了？我靠，要排队呀！要排队，叫个号吧。你们是没号了是吧？没号了吗？没号了。前面咱们350个号已经发完了，350号。没号，这么晚餐已经没有号了，350个号都已经发完了啊，不好意思。可以那个什么吗？可以就是线上取号吗？你们不能。只能线下过来拿。早上几点开始？没号了，350个号全部发完了。正好你不想吃刀削面，刚好吃不了。我们随便找一家刀削面吧啊！哇，这么有名的吗？刚才我碰到一个食客，他说确实好吃，他们是中午来拿的晚上的号。大的20了。鸡婆，你说这像不像平遥古城？不像，平遥古城高一些。这不差不多的吗？这只是比平遥古城宽一些。它这里是用这种小苹果作为装饰树啊，哇，这小苹果真烦啊！这苹果啊。红的是装饰，但是这小苹果是真的。它怎么结那么烦呢？真的是很烦。道法自然。哦，原来这是个道观，鸡婆。纯阳宫。哇，这山西的古建筑就是美啊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给我姐家的孩子给我保个媒。既然那一家吃不了，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啊。这一家门头看也是出自老字号。随便找了一家，不知道怎么样。你看别人的醋壶，很精致吧？你闻一下他这个醋怎么样？是不是像我们买的那样醋那样的？哎呦，味道挺重的呀，这个醋香味儿。这一档是辣椒吧？是不是？辣椒油。黄米凉糕好了。好大一份。看一下什么感觉啊？这么柔软，我还以为硬硬的呢。好甜，好软好糯。这个好吃。感觉这一份就能吃饱啊。上面用的是小米，下面用的是糯米。上面有一点是桂花蜜啊。懂。好，刀削面来了，大同的刀削面啊！今天第一次吃大同的刀削面，还有一个蛋，这是猪肉刀削面啊！我给鸡婆分了一小碗，挺好吃的，鸡婆你尝，绝对啊！
绝对不踩坑，我觉得。哇，好吃！鸡煲好吃，根根分明。好，我们的猪肉烧麦来了。哦，他们这个烧麦，可以称为百花烧麦，因为你可以看着它烧麦上面的这一个就是面皮，然后可以弄像一朵花一样。那比我们这边烧麦还是好看一些哦。啊，我始终对烧麦提不起兴趣，你吃吧。跟我们那边烧麦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它里面啥？它里面包的是猪肉，本身想吃饺子。你知道这个烧麦对于我来说像什么吗？对我来说有点像饺子，因为我们那边的烧麦的话包的是糯米，然后糯米里面有香菇丁，还有一些肉丁，知道吧？它这边的话纯粹包的是猪肉，有点像饺子。好，所以的话对于我来说，吃饺子有点类似于吃饺子的话，我要来一个醋碟。看来蛮对你胃口的。真的特别想吃饺子。结果来一个吧，你虽然对烧麦不感兴趣，但是你对饺子，你就不想享受那饺子吗？我吃了一碗刀削面，我不想吃了。而且这个醋也挺酸的。好，我们吃完了。哇，鸡婆，果然大同的刀削面好吃啊！对。真的，连鸡婆不喜欢吃刀削面的人都觉得很不错。分了一半。它不是那种黏糊拉叽的啊，它是水清清的，面呢就是一根一根的，丝毫不拖泥带水的那种感觉啊，好吃。那黄米凉糕呢也软软糯糯的啊。那个烧麦我没尝，鸡婆尝了，他说他尝了跟饺子的感觉差不多，他最爱吃饺子了。谢谢蔬菜水果，谢谢蔬菜水果。他们山西话是这样的啊，新鲜蔬菜水果，新鲜蔬菜水果。好，我们刚从大同城里面吃完刀削面，出来之后加了个油，哇，这里油好便宜啊，6块3。而且加油站的名字很可爱，小海豚加油站。是私人加油站啊，6块3，6块3呢，我就把它加满，加到油箱口。好了，我们就不准备再往北走的，我们准备，其实我想从北走去乌兰察布，然后呼和浩特，然后再从玉林、延安，然后西安这样回来，但是鸡婆不同意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往转走了。往转走呢，我们准备路过一下壶口瀑布啊。现在我们去壶口瀑布。鸡婆说今天晚上就在服务区的车上过夜算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往回走，往南走了。对。虽然这里离蒙古离内蒙只有30多公里啊，但是鸡婆实在是太想小家了，我们还是往回走。妹妹每次都打电话什么啥时候回来，啥时候回来。妹妹也催她，因为她一个人带，因为她带小家实在是带的受不了了。虽然就奶奶在这里啊，然后她说的是，因为奶奶平时带的少嘛，这突然下来，就是小家一直就是让姑姑带，姑姑抱，就让姑姑陪着，然后奶奶抱就不行，哎，所以姑姑好累啊。再加上本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只是来五台山的，对，就没想过规划那么远。来云冈石窟、大同已经是超出规划了啊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再去内蒙吧。对，是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